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一个是七国集团外长联合公报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第二个是刚下水的094战略核潜艇的密码，还有一个是比尔盖茨的绯闻与王哲我们讲的是后面2个呢，就新闻性没那么强，但是大家很关注那么前面这个呢就很重要，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新闻那么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5月5号结束，会议发表12400字的联合公报那么公报谴责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以及中国胁迫性的经济政策。那么英国是本届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的主办国，那么这次会议是为七国集团6月11号到13号的首脑峰会进行前期准备和立场协调这是个准备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英国外相拉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加拿大外长加诺、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德国外长马斯、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和欧洲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因为他们经常会在媒体上出现。那么印度的外长苏杰生其实也是应邀出席会议不过呢，他们的印度的代表团有2名成员这个发现这个病毒检测呈阳性，所以呢，苏杰生就改为视频方式参加会议苏杰生自己是阴性那么七国集团星期三在伦敦举行会议之后发表这个联合公报那么措辞强硬的抨击中国、俄罗斯跟伊朗，那么对中国侵犯人权的状况，公报说，我们继续对新疆和西藏的侵犯和践踏人权深感关切，特别关注对维吾尔人、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镇压、大规模政治再教育营的存在和有关强迫劳动与强迫绝育制度。公报指责中国在香港从根本上侵害了香港民主选举制度。公报说，我们呼吁中国根据其国际和国内法所规定的义务，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公报指出，七国集团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论坛及世界卫生大会。公报指出，我们重视台湾海峡和平及稳定的重要性，并且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我们重申，我们强烈反对可能提升紧张和破坏区域稳定的任何片面行动。公报强调，对破坏自由与公平的经济体系，包括贸易、投资和融资的做法感到关切。我们将加强集体行动，对抗中国的经济胁迫政策。公报说，我们敦促中国承担并履行其全球经济角色相符的义务和责任。公报还谴责俄罗斯加强在乌克兰边界和非法吞并的克里米亚部署大量的部队，谴责俄罗斯利用虚假信息破坏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关于伊朗七国集团欢迎挽救伊朗核协议的讨论，并要求德黑兰无条件释放被拘留的英国、伊朗双重国籍的人士叫拉特克利夫，他刚刚被判新的徒刑。好，这次会议呢就基本上就结束了那么这次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那么意味着美国在协调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在共同抗衡中国的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彭博社说，联合公报批评中国的同时，列出了一连串的关切，让中国感到不安声明说，我们鼓励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先进技术能力的大国和经济体，建设性的参与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声明详细地指出了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权问题，并指出
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公报谴责了俄罗斯破坏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其恶意的网络活动和使用虚假信息的行为。彭博社说，这一基调为七国集团下个月在英国举行的这个领导人峰会奠定了基础。这个就是在做这个公报的这个基调。他说，美国总统拜登将首次参加七国集团会议，并试图说服盟国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历史性的敌人采取更坚定的立场。这就是这条新闻的重要性啊。好，我们另外一个其实延伸下去，昨天欧盟宣布暂停确认中欧投资协定之后，5月5号再宣布更新它的欧盟产业战略叫 Industrial Strategy。目前欧盟对137种产品高度依赖，当中有52%来自中国。欧盟公布的计划要求在原材料、原料药、半导体等6个战略领域减少对中国及其他外国供应商的依赖。路透社报道说，欧盟概述任务的迫切性，并称用于敏感生态系统的137种产品当中，约有一半依赖中国的供应。这些产品主要涉及到这个环保和数字目标至关重要的其他产品。那么由于疫情导致供应链出现的瓶颈，欧盟执委会计划对原料药、原物料、电池、原料药、氢能源、半导体以及云端和边际运算等技术进行深入的评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欧盟执委会副主席维斯塔泽在记者会上说，推行更新版本的产业政策在于摆脱这个疫情危机迈向复苏的背景之下，确保欧盟的产业具有推动数字和绿色经济转型的能力，同时也确保产业的竞争力。这份文件有19页长。那么欧盟的措施可能包括欧盟可行的措施包括在可能的情况下依赖不同的贸易伙伴实现这个供需多样化，同时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自动储备和自主行动。那么昨天我看见有一个网友在我们聊天室说，我们当时讲这个中欧投资协定泡汤了，有人说欧盟已经澄清了，那我再把这个新闻再更新一下。那么欧盟已经发出一个声明，意思就是说我们搁置了这个协议。那么欧盟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叫朗格宣布，这个协议已经被我们放到冰箱里，他在里面待一段时间。那么欧盟委员会的副主席昨天副主席这个叫东布罗夫斯基5月4号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这个协议将以某种方式被搁置那么所以更新的情况是什么？更新的情况是他原本的计划应该是什么？原本的计划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欧盟还跟中方就条约的具体文本进行谈判，双方签订的是个框架协议，然后要具体谈判文本，然后再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进入这个批准程序。所以现在时间表根本就进不去，所以按照他们自己说的就是按照这个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的说法，2年之内是上不去的，这个进程是实现不了的。那么欧盟其实出了一个中国政策，这个中国政策其实基本上把他的中国政策和
和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基本上是衔接起来啊。他是这么看，他说欧盟决定从3个方面看待中国，一个是作为气候政策和贸易问题的合作伙伴，作为未来技术和数据技术的全球市场的竞争者，以及作为政治制度和人权方面的对手啊。这是这个布雷顿啊，就是欧盟市场委员会他们的新的一套的支撑的战略，这基本上跟美国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更新一下啊。欧盟现在欧盟的态度真的是改变啊，他们真的是变了啊。好，我们来开始讲第二个主题。刚下水的094是094A 啊，叫战略核潜艇就是习近平4月23号在这个海军建军节的当天去海南三亚啊，就进行这个叫入列仪式啊。当时是3艘船啊，3艘船，一艘是094战略核潜艇啊，叫长征8号，另外是055，就是导弹驱逐舰，叫大连号，还有一个是075两栖攻击舰，叫海南号，就是三艘军舰入列啊。入列就是交给军队，就是进入战斗序列，就这个意思啊。那么当然这个最引人注目的是094A 啊，这个战略核潜艇啊。这个战略核潜艇它据说呢，它上面可以潜射巨浪3型这个洲际导弹。那么巨浪3型洲际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可以攻击美国本土，而且攻击是全部美国本土都攻击得到。那么这艘潜艇呢，这个长是150米，宽是15到16米，那么比094要大，它是094A 啊。那么这应该是目前中国最厉害的一个这个战略核潜艇啊。但是这个我们今天不讲这个军舰，我们讲这个军舰的另外一样东西叫艇徽，它有个艇徽，它每一个艇它有自己一个艇徽啊。那么艇徽呢很特别啊，我也没办法给大家看，我只能用这个方法给大家看。大家能看见这艇徽吗？这个艇徽呢，这样看会不会好一点啊？这艇徽，好，这样会好一点啊。看见没有？这个艇呢有一个导弹射出去，这个艇呢是背对着中国，朝着美国，所以导弹一射出去呢，就是朝着美国飞过去了。这个导弹是朝着美国飞过去的啊。这是一个这个艇徽通常放到哪儿？一个艇徽呢，通常是海军舰艇的一个标志啊。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通常是放在会议室和指挥室，或者是大家交换礼物啊。以前弄个小旗也可以换个艇徽啊。那么这个艇徽呢很特别，就是这个艇呢是发射了一枚导弹，然后是直接向美国飞过去的导弹啊。它艇徽里面有4句口号，叫忠诚、勇气、荣誉、坚韧啊。那基本上艇徽算是一个舰艇的图腾吧啊。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潜意识在里头呢？有吧啊，我觉得是有啊，所以我拿出来跟大家讲一下啊。这就是我们当个花边吧。好，我们重点讲讲后面这个啊，后面比尔盖茨的绯闻和王哲啊。那么先说比尔盖茨的离婚，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他的妻子米兰达周一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结束27年的婚姻啊。比尔盖茨在他的推特上，下午4点半发了一个推特啊，说
在对我们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和工作之后，我们做出了结束婚姻的决定。在过去27年里，我们养育了3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孩子，并建立了一个在世界各地工作的基金会，使所有人都能过上健康、富有成效的生活。我们继续分享这一使命的信念，并将继续我们的基金会工作。但我们不再相信我们可以作为一对夫妇，在我们的生活的下一个阶段共同成长。我们开始探索这种新的生活时，我们要求为我们的家庭提供空间和隐私。那这个婚姻结束了，成为刷屏从星期一开始刷屏，刷到现在。我们现在知道2点，第一点，他们没有婚前协议另外一点就是他们之前签署了分居协议，所以他们会申请，就是以这分居协议作为他们离婚的其中一个条件那么从昨天开始星期二开始，关于比尔盖茨离婚的消息就传出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有小三插足那么小三插足，我看到的，我在推特上看到，我其实没有在意这件事情。那么有一个叫北邮王立新的一个微信账号发了一个，我看到的是个截屏，就是北邮王立新。北邮王立新世说新语他叫立新说他说我们老王家的姑娘厉害。我为什么今天要讲毕竟我也是老王家的嘛让比尔盖茨离婚了，又一个邓文迪，中国姑娘势不可挡这个王立新呢是北京邮电大学经管学院的 MBA 教授那么我看见他呢，就是天天在那儿卖课程然后他的这个说法，现在网上流传的大部分是王立新的这个版本，但是他也没有说依据是什么，他只是说了一段这样的话，说这个老王家的姑娘很厉害啪了一张那个王哲的这个照片然后势不可挡，然后把他比喻成邓文迪那我们就讲讲这个传绯闻的这个女孩。这个女孩叫王哲，现年36岁，她是一名空姐同时她又是一名同声传译同声传译很厉害，空姐也很厉害。他们2个人，她一个人有2个身份，是非常厉害，相当厉害王哲的个人微博认证是他的微博用名称叫同传王哲就是同声传译王哲他微博认证是美国达美航空乘务员王哲来自广州，目前居住在西雅图，国籍不明。他的母语是普通话和广东话那么王哲拥有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的会议口译硕士学位那么2019年9月王哲成为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的口译员而且参加了几次TED 的这个会议。2013年4月，他加入这个 TED 会议担任这个口译员，他负责带领一个团队，把 TED 活动翻译成中文、法文、德文、日文、韩文、俄文和西班牙文。那么他曾经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商学院担任同声传译，也曾经为联合国秘书长访问孟特雷的时候担任同声传译那么王哲是从2015年3月份开始为这个米兰达盖茨基金会工作，但是他同时也为其他的机构担任翻译那么昨天这个比尔盖茨离婚这个新闻刷屏，同一天这个就传出来其实是昨天开始传出来。我看到的这个截图是什么呢？截图就是王哲的微博上面有人给他发了一段话，说哈哈哈，今天一个微博传言你是盖茨的新欢，还有照片是你吗？然后配了一张照片，然后同传王哲回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是单身女青年就要想办法给安排出去吗？此地无瓜，早点休息，节日快乐。
这就是5月4号的一段这样的话。然后同一天，王哲发微博，他的微博这么说：半夜回到西雅图补足觉，早晨起来赶紧干活。青年节又是跟着非洲时间做会的一天，耶，就是一个这样的微博。第二天5月5号，今天，然后王哲就发了个微博，本来觉得空穴来风会不攻自破，没想到越传越疯。好好的一个5一假期，能读多少本书呢？何必把时间浪费在毫无依据的谣言上？感谢大家过去24小时里通过私信留言给予我的关心，帮我辟谣的朋友们，希望别因为此事破坏了假期的好心情。最后感谢李东雷老师的文章，无瓜请勿Q 啊，这是他5月5号，他其实是在澄清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有直接说啊。那么李东雷呢，我就看了一下李东雷，他其实下面有个链接，就是李东雷。李东雷是一个同声传译的老师啊。那么，其实王哲也当老师，也给他们上课啊。然后李东雷有一段很长的这个微博啊，就是讲微博微信我忘记看了，反正就是有一段帖子啊，有个帖子讲这个关于王哲的一些事情。那我觉得我在这里就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帖子这么说，他说这些年王哲一直在给盖茨基金会做不同项目的口译工作，但他并不是盖茨的专职翻译。我猜想有些人是因为看到王哲在盖茨基金会翻译工作照，看到了她是一个华人美女，又是单身女性，就编造了一个盖茨出轨华人美女的八卦来吸引眼球。他们根本不在乎这样的谣言对一个无辜女孩和家人的重伤。王哲首先是一名出色的译员，就是翻译员，他毕业于美国的蒙特雷翻译学院。要知道，一名自由职业口译员和国家机关的译员是不一样的。自由职业译员面临着市场的选择，起步时压力很大，想要在市场上生存下来，需要真本领，也需要特别好的口碑。机构译员因为翻译的内容基本相对固定，熟能生巧之后比较轻松，而自由职业的译员给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机构做口译，需要极其丰富的知识。所以我看到王哲一直在看书学习，或者听音频资料，挑战新的领域。王哲另外一个特别出彩的身份是美国一家航空公司的空姐。疫情爆发前，他经常在中美飞来飞去，飞到上海最多，所以常看见他发上海的小吃。他有时也会发一些自己身穿空姐服的美图，或者飞机上看到的美景，包括极光。空姐很多，我的学生里有好几个，但能当职业同船的空姐，我估计全世界应该没有几个。空姐的生活看上去光鲜，其实很累，不能飞行太多。同船加空姐，这已经是很传奇的职业了。他意思就是，王哲的生活，他说一个女孩把自己活得如此精彩和独立，同船和空姐的收入也可以让她过得挺自在的。还有很多我就不讲了啊。然后他最后贴了一张图，贴一张什么图呢？就是贴了一张，就是刚才我讲的那张图啊，就是那个叫叫王立新王立新啊，王立新，哎，怎么都姓王？王立新的那张图啊，王立新发出来的那张图，贴给了王哲，王哲就回了一个，刚刚 Wall Street Journal 给我打了电话 ，Fox News 直接爆了，这都是什么鬼？这都是王哲说的，我都懵了，原来以为是无聊网友的搞怪，就是一段这样的东西啊。我怎么看？我估计大家会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先做了一些功课。这里有几点。第一点，王哲显然是一个职业女性啊。从她的专业的角度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很多时间、很多能力啊。我认识同声传译的人啊，同声传译非常人也啊，那是
我坐在这里接受大家接受大家提问呐、沟通啊，我们的互动我很清楚，就是这种即时的这种内容是非常大的压力啊，而且翻译是什么？翻译就是听到你说话，然后直接翻译出来，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很厉害的工作，专业性非常强。那么王哲是个同传，同声传译，很厉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她又是个空姐啊。那么空姐，大家都对空姐有一些敬仰，所以这两个集于一身啊。那这是第一个，这是他本人的条件。第二个，如果他只是给比尔盖茨基金会做同声传译的话，他既然不是比尔盖茨的专职翻译，因为理论上来说，比尔盖茨不需要专职翻译，因为他不在中国，如果他偶尔去一趟中国，有人给他专职翻译一下，但也不是天天去中国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看到有一些人评价说，哎呀，比尔盖茨这2年好像讲的话很离谱，肯定是受了某种影响，哎，正好跟这吻合了。然后前面个王立新在那讲，另外一个邓文迪，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有几个疑点，就是从绯闻的角度来说，有几个疑点。第一个疑点，一张照片都没有，这个不大可能。如果是因为他在工作上的关系，两个人很密切，导致发生这个绯闻的话，理论上来说，他们应该有一些照片什么的，但是一张照片都没到目前为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工作性质不大像，双方的交集也不大有。你比如说比尔盖茨，比尔盖茨是个很奇怪的人，在我来看，因为什么？因为他跟米兰达结婚之前有个协议，说是每年他可以跟他的前女友去度假啊。你想一下，这得有多怪才行？而且他跟米兰达结婚之前，米兰达结婚之前，他问过前女友，要征求前女友的这个意见，这不是个怪人是什么？那么，所以我们不能够想象说比尔盖茨离婚，他们到底因为什么，我们就不要去想象这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基于他的翻译的职业，我不觉得他有可能性，因为比尔盖茨，你想一下，都是在公众场合，空间不太大吧？啊，这跟这个克林顿不一样，克林顿在办公室关起门来就不是公众场合了，对吗？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还是没办法想象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说，我们看见过比尔盖茨站在那儿排队买麦当劳的汉堡包，所以其实中国人想象不了美国的有钱人是怎么生活的。所以这里面的想象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在这里头，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从绯闻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交集，他的这种空间不太大啊，不太大，而且从他的职业来说也不大容易实现啊，因为他是个翻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但是有另外一头的反过来说，假如不是的话，为什么到现在比尔盖茨也不出来说一句话？理论上来说啊，以比尔盖茨这样的身份啊，那么当然他不用自己来讲，他找个公关出来声明一下，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的话，这件事情就没有了。但是你看，从昨天开始到现在，比尔盖茨没有反应，因为现在的问题不是仅仅是华人圈在传这件事情，Fox News 报了，然后我看见 Six Page 也在报啊，也报了，但是他们报道并没有直接就指定他是啊，我看他的新闻，他的新闻并没有说直接是，只是说有人在传啊，
那这件事情理论上来说，既然媒体在美国的媒体呢，理论上这个比尔盖茨的公关顾问应该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理论上应该出来澄清一下，但是他没有澄清啊，没有澄清就有点不正常。从昨天没有反应，那可以理解，今天没有反应就有点不大正常啊，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老实讲我也不知道，因为你看从这件事情本身来看不大像啊，但是你从比尔盖茨的反应来看，又有点疑问，他为什么不出来澄清啊？作为比尔盖茨来说，他应该澄清。从公关的角度来说，这是标准动作，他不澄清，到现在还没有澄清，也许他任性都不知道，所以这里面，但是肯定一点，到目前所有的传言都没有证据，连一张合影都没有看到，我是没有看到啊，我没有看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在没有证据之前，不能够污蔑王哲啊，王哲是清白的，除非拿出证据来。除非我说的证据并不是在床上的证据啊，我说的证据你至少要有一点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照片吧，你至少得有啊。现在连在一起的照片都一张都没有，你就算工作照你得有一两张吧，也没有看到。所以，我在我现在来看，我会把它当做一个传言。一个想当然的传言，一个对邓文迪的这种演绎啊，我现在的看法就是这个。好吧，那我们现在我就把这3个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另外呢，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谢谢。明谢，Simon 高，谢谢。老师讲老师54讲的民国让我大长见识，希望以后老师多讲一些真实的历史。会的，我都会陆陆续续的把这些东西讲一讲啊。Mike 朱，谢谢。Fan Gu， 谢谢。Lan Lilian， 谢谢。Kathy Wang， 谢谢。好，提问。中欧协定的内容看起来是中国让利欧洲较多，而今天搁置协议，中国就不用让出中国部分市场了。那么搁置协议到底是对谁有利呢？想听听王老师的看法。其实不存在让利的问题。欧洲市场、美国市场是全开放啊，所以呢，中国的市场就不开放。本来它应该是开放，它不开放，不开放呢，你要跟他谈判，然后他给你开放一点，所以你这个观点呢就不大对啊。本来就中国就应该开放市场，它不开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到底谁失利谁得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有的网友都知道一点，跟中国签这种投资协定其实意义不太大。为什么？中国加入 WTO， 中国开放金融市场早就已经承诺过，中国有没有开放？没有开放啊，他还是你就是一个个去申请，他一个个过筛子。所以我不觉得，老实讲，我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实际价值，我认为是不大的。中国根本不会遵守他的协议，他还是他那一套啊，然后跟你进行谈判，然后就开始兜圈子啊，反正就是这样。他要的更多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更多的是这种政治上的利益，所以我不觉得对于欧洲来说，就是中欧投资协定不签了，我不觉得欧洲损失了什么啊。情况加提问，布林肯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指出，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3个公报和对台6项保证的一中政策，很好并且有效地管控台湾，而北京挑衅的行为让人担忧。美国承诺确保台湾有自我防卫的方法，
这个承诺不会消失。请问，美国如果能有效管控好台湾，那么陈水扁、马英九到蔡英文的起伏，是否也符合当时美国的对中政策及利益？记得以前每个台湾总统候选人都要到美国接受面谈。第一个，他说管控台湾，并不是讲管控台湾这个目的，是管控台湾的情形啊，所以不是说管控住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啊，不是，你误解了啊，这是歧义啊。提问：王老师觉得现在中国的国际环境和6·4的时候比怎么样？6·4的时候我没看，我没看到6·4时候环境。6·4的时候我还在国内上班呢，所以我对当时的环境怎么样没有认知，所以我答不了。我只知道现在的环境。6·4的环境我知道，很多国家制裁，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到底怎么制裁我不知道。我没有做功课，所以我答不了你。提问：老师能讲讲俄罗斯的情况？我了解到国内反普京的势头很猛，这算不算是个机会？美国会不会联合盟友去瓦解俄罗斯？如果俄罗斯能走向真正的民主，可能对 CCP 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你觉得俄罗斯国内反普京的势力很猛吗？普京的民调还是非常高的啊，所以有人不满意，有人对普京是不满意，但是有多少人不满意我不知道，我没有了解。我只知道普京是有他的政治对手，但是俄罗斯国内对普京有多么反感，或者俄罗斯内部的这种分裂有多么激烈，我没有看到那么严重的情形，所以那么容易就能瓦解俄罗斯嘛？我们把这事情想得太容易了吧？你觉得呢？他们又不，俄罗斯也不是躺在那里让你去瓦解它呀，没那么简单的。而且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去瓦解另外一个国家，从行为上来说不大成立啊。以前美国做过一些这样的动作，比如说把诺列加抓来啊，这个审判啊等等，这被人骂了多少年啊？你还去瓦解俄罗斯，这不是更？所以我们不要讨论这种可能性，好不好？啊，我们只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去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好啊。我不觉得那种间谍行为会颠覆一个国家，那是电影，不是现实啊。提问：老师怎么看毛选在当代年轻人中阅读书单中激增这件事？对马云的称呼由马爸爸到万恶的资本家是毛选起的作用吗？那我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毛选现在阅读书单中激增是有没有人在背后做手脚？毛泽东选集，现在年轻人喜欢读毛泽东选集吗？那么好看吗？我不理解啊，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所以我不知道，我没办法评价啊。观点：美国对台湾的战略模糊，主要是基于美国的道德价值观及理念，这是一个道德高尚、追求正义、公平正义的国家。美国对其他国家没有领土诉求，不殖民，也不把自己的理念强加给他国，特别是采取军事手段。美国参加2战也是被迫的。日本投降后也没要求日本赔偿，对中国也是仁至义尽。先劝国共双方谈判合作，国共内战开始后，美国保持中立啊。情况，刚才我单位书记打电话要我打疫苗，说能打的尽量打，我谎称身体有问题，他说先给我报名，至于能不能打，医生会告诉我。之前有其他同事打了疫苗，都说没反应，我怀疑他打的是生理盐水，要求打疫苗也就是完成任务，我也在纠结要不要打。
明谢 Stephen Lee，王先生54历史讲解的非常好，我们在国内的会史太多了，急需纠正，请王先生以后有机会多做类似的讲解。我会的啊，就是说如果有相关的题目，我都会把一些历史带着一起讲，但我就不会单独讲。我曾经有个策划，我曾经想把我们的节目由2档改成1档，这样的话我就会有时间去做一点其他的准备。我是想做一个什么节目呢？把中国史、把中国近代史跟世界近代史对照的一起讲，就是说，这个贝尔发明电灯的时候，中国在发生什么？或者中国在这个菜市口砍头的时候，这个西方国家在发生什么？我们来讨论这些问题啊。比如说美国建国的时候，中国在干什么？比如说中国在中国的这个乾隆在干什么的时候，美国在干什么？英国在干什么？我想拿这个对比来看，这个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它的这个进程是怎么样个对照？就所谓的我们说这文化自信嘛，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到底他们是怎么回事？我是想做这个工作，所以我要给我一点时间，我就想能不能开始准备一些这样，资料我都有准备了一些资料，准备开始看，但是没有时间，但是非常的可惜，没有时间，所以我就很想，等以后吧。我现在很遗憾，就是我现在没有时间看书，也没有时间写作，没时间看书，没有时间写作，这是我最遗憾的事情了啊。好，情况周边很多还有韩国的留学生，甚至其他国人，总是呼喊着什么时候能在韩国打上国产疫苗，还有说什么美国的疫苗不靠谱之类的，蛮无语的。同时也觉得 CCP 洗脑的确厉害，它不一定是真洗脑，我觉得有很多是政治任务吧，我认为是这样，哪有那么多帮他抬轿子的？我们现在的困难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分清楚哪些是五毛，哪些是小粉红，分不清楚啊，所以会经常让我们觉得很迷茫，这是一个问题啊。情况毛选买回来放在办公室书柜里属于一种软装。OK， 提问：今天《华尔街日报》说印度最近要求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封锁一些批评政府抗议不利的帖子，因为印度用户众多，是个巨大的市场，所以 Facebook 等公司也只能按照要求在印度过滤这类帖子。考虑到印度人口已经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未来印度可能在世界上产生跟中国一样的影响力吗？我不知道一个国家影响力怎么样去衡量啊。那么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力有不同的方式，有通过政治，有通过军事，有通过经济，有通过文化等等各种各样的影响力。你比如说印度他们的电影就很有影响力。那么中国呢？中国的这个战狼外交就很有影响力啊。所以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影响力。那么印度会不会产生跟中国一样的影响力？有2点，我认为，第一，印度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力肯定跟中国不一样，因为这是个不同的国家。但是它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少，或者到底有多大，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它这个国家能产生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能够让其他的国家产生什么样的改变。你比如说美国，美国的电影很厉害啊，好莱坞很厉害，它电影卖到全世界去，它影响别人的看法。或者美国的媒体很厉害啊，它主导了世界上的主要的话语，那么语境都是美国媒体建立起来的，那它影响力就非常的大。所以
它的软实力、它的硬实力都会给它带来影响力。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有正面的影响，有负面的影响。你比如说中国的战狼，就是个非常典型的负面影响。负面影响也是影响啊，也是软实力啊，就是让你讨厌也是一个影响力啊在里头。所以，当然中国的影响力在于它的经济的体量，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它出口和进口都世界上最大。所以它当然影响力非常大，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依赖它的出口，对中国的出口，很多的国家又依赖它的来自中国的出口，所以它有影响力。所以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影响力，印度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很多，其中包括什么？其中包括一点，就是印度人，包括政府，印度的政府和人民。在它的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能不能做对一些核心和重要的事情，那么它就能够帮助。如果它做对了，这个国家就会在它的现代化的进程当中会更快、更有效率，那么它产生的这个影响力就会更大。反之，它就会更慢啊。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印度其实有它的强项。强项就是英国人留下来的法律制度和英语啊，不要小看这个英语，英语对印度很重要啊。印度人为什么会在美国，在软件行业站稳脚跟，跟他的这个英语是有关系的啊。当然，印度人是天生的数学家，数学阿拉伯数字是印度人发明，所以印度人的数学非常好。所以印度前途不可限量，这个没有疑问啊。观点，我对中西历史同期对照特别有兴趣，期待我得有时间，现在没有时间啊。明谢东野主人，谢谢 Julia 张，谢谢 Stu One，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